此刻的岳冰凌上半身围着一条浴巾，遮住了动人的曲线。这浴巾并不算特别宽，下摆可能只超过岳小玲不到10公分而已。虽然看不到岳格格的泳装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但却能够勾起无限的探索欲。毕竟岳处长平时的穿着可太严实了。而此刻，即便岳冰凌只有2条大白腿暴露在外，可这强烈的反差感也仍旧让苏无忌明显有些眼晕。这腿太白了，太细腻了，太动人了。对于岳冰凌来说，这已经是鼓足了极大的勇气了。他早就换好了泳装，对着镜子做了足足半小时的心理建设，才围上了一条浴巾走出来。他平时游泳的时候都是穿着极为保守的竞速泳衣，泳裤甚至长到膝盖，何时穿过这种布料还没巴掌大的比基尼。虽然自己对苏无忌并不反感，可一想到马上要和他单独处在一个小小的温泉池里，岳格格的心就开始突突跳。以往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敌人之时，都不见他有这么紧张。苏无忌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，说道：小玲玲，你的大腿真白。岳冰凌低着头没看他，光着脚走进了温泉池。然而直到坐下，锁骨以下全部泡在水中，他都没有解开浴巾。这浴巾湿了水，又沉又不透气，你这样多难受啊。苏无忌也重新跳进了温泉池里，坐在了岳冰凌的对面，说道：其实他在1周之前才与龙清和童幽柔一起泡了温泉，可哪怕那2位姐姐穿得比岳冰凌少得多，苏无忌当时也仍旧无比放松，甚至还能口嗨几句。可现在只有岳冰凌一人在场，身上还用浴巾包得那么严实，苏无忌偏偏有点紧绷了。岳冰凌紧紧并着双腿，双手放在大腿上，压住了浴巾下摆，正襟危坐。嗨，咱俩都放松一点行不行？苏无忌试图引导着说道。来，慢慢扯掉浴巾。岳冰凌没动，他低头看着水面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苏无忌于是坐到了他的旁边，小心地伸出手来，轻轻地扯住了浴巾一角。别！岳冰凌伸出手抓住了苏无忌那鬼鬼祟祟的手，他居然没有当场怒斥，反而显得浑身紧绷。在抓住了苏无忌的手之后，岳冰凌像是被电到了一样，手立刻后缩几公分，也捏住了一截浴巾。这看起来就像是在跟苏无忌拔河一样。平时雷厉风行、杀伐果断的岳大小姐，什么时候有过这般小女儿的含羞模样？苏无忌笑道：你害羞什么？大家都是成年男女了，什么没见过？岳冰凌目视前方，似乎努力让自己的表情变得像平时一样冷淡。他低声说道：你别拽了，里面这布料少得超出想象，没法见人，简直有伤风化。那你还穿？虽然小岳岳的本钱是相当可以的，可按理说要是正常的泳装倒也没什么问题，哪怕衣服尺码略小一些也能兜得住。可这里偏偏是东洋，这是个能把这种衣服玩出无数花样的国家。苏无忌顿时懂了，哈哈笑道：行，那我先回去，你在这里放开了泡呗。不用，你不用走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温泉水太热，岳冰凌的脸颊简直要烫死了。苏无忌干脆就不走了，他就坐在小玲玲的旁边，欣赏着她那紧绷的窘态，倒也是一大乐趣。还好，过了一会儿，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了。苏无忌特地没打开院子里的灯，天上的月亮也不是很亮。哪怕2人距离不过半米左右，可也就只能勉强
看到对方脸部的模糊轮廓。既然出来了，就好好放松一下。苏无忌说道。天都黑了，我看不到什么的。岳冰凌只是应了一声，似乎还在做着心理斗争。确实，浴巾湿了水，变得极为厚重，挂在身上很不舒服。我闭上眼睛啊。苏无忌说着，坐到了池子对面，真的把眼睛闭上了。他没有强行拽掉对方的浴巾，生怕适得其反，万一引起岳冰凌的反感，那以后可就再也没机会看到对方穿泳装了。随后，苏无忌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那是浴巾被缓缓扯掉和水流摩擦所发出的声响。也不知道是苏无忌的定力太差，还是憋得太久。总之，仅仅是听到这声音，他就已经有点不淡定了。好了，你睁眼吧。岳冰凌说道。这声音很平静。苏无忌睁开眼，发现岳冰凌的脖颈和肩膀是露在水面以上的，其他地方全部泡在水面之下。而这时候，月光偏偏变得明亮了一些，两根看起来不是很结实的细细带子正系在那雪白细腻的肩膀上，性感的锁骨窝里盛着浅浅的温泉水，月光映在上面，摇曳出半盏皎洁。至于那些沉甸甸的重量，借着此时的月光，苏无忌居然也能看出大概的轮廓。穿西装的时候看得可没那么明显，现在才发觉，小玲玲这确实相当可以啊。她的衣服是纯白色的，但由于布料的面积确实不大，以至于和白皙的肌肤混在一起，起码在此刻的视线条件下，有些分不清彼此的感觉了。岳冰凌正转头看着别处，并未注意到苏无忌的目光。这时候，苏无忌放在池边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居然是岳童宇打来的视频电话。苏无忌直接接通了，说道：岳大总裁带着漂亮小秘书，在哪里逍遥呢？岳童宇问道：你们俩人呢？我跟董事会汇报完工作，直接拒绝了这边的欢迎晚宴，还想带你们去找个温泉泡一泡的。随后他凑近盯着屏幕，缓缓瞪大了眼睛。你怎么没穿衣服？你们正在泡温泉。苏无忌说道。那可不在神木温泉酒店呢，你要不要来一起泡？岳冰凌的声音在一旁响起，别让他来。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想让哥哥看到自己居然穿成了这个样子，还是怕岳童宇打扰了这气氛微妙的二人世界。我看看我妹。岳童宇立刻说道。苏无忌直接坐到岳冰凌的身边，让他的脸出现在屏幕里。由于坐过来的动作有点着急，使得俩人的大腿直接挤在了一起。这种肌肤相贴的感觉让岳格格的身体猛然紧绷，而岳童宇看到了镜头里的妹妹，明显有些吃惊。尽管他已经往这方面想了，但想到和亲眼看到完全是两码事儿。此时妹妹那裸露在外的锁骨和肩膀，无疑在说明着她真的是在穿着泳装。最关键的是，以自家老妹那讨人嫌的性格，居然愿意和一个男人单独泡私汤。看来今天晚上冰凌真的对苏无忌敞开了心扉。等等，他不会连身体也敞开了吧？虽然平时对妹妹的性格有着非常多的不满，巴不得有个男人早点把她给收了，可是作为老哥，此刻岳童宇的心情还是难免有点复杂。冰凌，你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态下的妹妹，岳童宇的舌头都有点不利索了。你真的在泡温泉啊？岳冰凌的反问能噎死人。怎么，我不能泡？那你和无忌今天晚上怎么住的啊？
岳童宇又不死心地问道。苏无忌直接调转摄像头，指着月光下的小别墅：“你看我俩就住这儿。”“行吧，行吧。”岳童宇艰难地说道。“祝你俩玩得开心。”苏无忌咧嘴一笑：“祝你和小秘书也玩得开心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别玩得太花了。”岳童宇：“你别乱讲，我和秘书清清白白，我还想追清河呢。”岳冰凌冷冷说道。岳童宇，你重新定义了清白。岳童宇用鼻孔长长出了口气，才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行吧，你们开心就好，注意安全，注意防护。”岳冰凌淡淡道：“不劳你操心，和秘书玩去吧。”苏无忌直接笑出声来：“挂了挂了，再见，未来几天绝对不打扰你们了。”岳童宇也不自讨没趣了，直接没好气地挂断了电话。苏无忌把手机扔到了池边，说道：“就喜欢看你怼你哥，真有意思。”从他的视角看过去，只要眼神往下微微一瞥，就能把大半冰封尽收眼底。岳冰凌低着头，轻轻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这时候，两人的腿还贴在一起呢。苏无忌居然没意识到这一点，反而正想象着岳童宇和漂亮秘书之间发生的快乐事情呢。小玲玲，你说，以你家的家教，要是你哥搞出来个私生子，你爸承不承认？我不清楚。岳冰凌似乎也没有闲心讨论这个问题，他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两人的腿上了，就连语气都有点不自在。终于他下定了决心，终于微微挪开了1公分，随后似乎是水波的力量，使得他的腿又贴了过来，这1公分的距离重新变成了0。岳冰凌没有再挪开，目光始终落在池面的缕缕波纹上。可是这时候，苏无忌忽然起身，同时一把将岳冰凌从水中拉了出来。岳冰凌毫无防备，由于这被拽起来的力量太大太猛，他那面积不大的衣服险些被泉水阻力给扯歪了。下一秒，他就本能地发出了一声低呼。因为苏无忌直接将岳冰凌横抱而起，一个箭步跨出了温泉池。随后他只是简单的2下助跑，便迅速越过了几米开外的院墙，稳稳落到了酒店后面的草坪上。你干什么？岳冰凌还有点懵，平日里行事果决的他竟是忘了从苏无忌的怀里跳下来。未被衣物完全包裹的冰封正倾斜着，和苏无忌的胸口挤在一起。地震了，苏无忌说道。岳冰凌立刻跳下来，双脚踩在地上，果然感觉到了微微的震感。都说东洋地震多，岳冰凌今天算是真切感受到了。此刻整个酒店里，只有这草坪上是安全的，任何建筑物倒下都不会砸到这儿。苏无忌一把抓住岳冰凌的手腕，拉着他继续往更空旷的草坪中央跑去。这跑得越疯疯直晃荡。两人跑到了几十米外的草坪中间地带，苏无忌才停下了脚步。还好不是在房间里泡澡，不然跑都没法跑。岳冰凌往四周看了看，问道：其他住客怎么都没有跑出来？这时候微微的震感已经过去了，草坪上也就只有他们2个人而已。苏无忌猜测道：这个国家地震多，大概他们已经被震习惯了，咱们初次经历还不太适应。你刚刚反应很快。岳冰凌看了苏无忌一眼，声音淡淡，可眼睛里却藏着佩服。谢谢。苏无忌也看了看浑身都在往下滴水的人儿，道：你这衣服真是挺好看的。具体的描写不得不省略。
简单来说，就是白色的细绳子加薄布片。这玩意身材越好，穿起来就越是好看，尤其是穿在保守的月格格身上，所形成的反差视觉冲击力简直就是成吨的，是爆炸的。岳冰凌这才意识到，立刻本能地抬起双手，想要遮住胸口，但想了想，觉得这样太过于刻意和畏畏缩缩，于是又把手放下来了。他努力做出大大方方的自然样子，就像平时一样。苏无忌见此就知道，自己和岳冰凌的关系起码已经朝前发展了一大步。感谢这场小地震。咱们现在回去嘛？苏无忌问道。岳冰凌看了看几十米之外的小别墅，回去之后会不会再震一场？要是调查局的同事们听了这句话，一定会觉得非常震惊。从来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岳处长，居然会用问句了。苏无忌笑道：那咱们就再逛一会儿，你不会不自在吧？岳冰凌摇了摇头，声音坚决：不会。奇怪，在地震的那一报之后，他这会儿确实更放得开了，好像觉得在苏无忌面前这么穿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大片的白皙暴露在空气中，腰后的那一块布料其实连1/2都遮不到，那儿的肤色似乎比东洋的月光更加皎洁。苏无忌又打量了岳格格一眼：你说咱俩现在穿的这么少，如果有人趁机攻击的话，岂不是很狼狈？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不禁想起自己当初在北河省带着白木哥夺命狂奔的时候了。岳冰凌也看了看穿着泳裤的苏无忌，说道：不会这么巧的。然而紧接着，苏无忌便一把拉住了他，同时往前跨了半步，将岳冰凌挡在身后。小玲玲，你又乌鸦嘴了。他笑道。岳冰凌看着前方没吭声，但却抬手在自己的嘴巴上不轻不重地打了一下。这个动作竟是难得的透出了一股根本不属于他的可爱感觉来。不知何时，在几十米外的草坪边缘已经出现了一个黑影，他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好像已经融进了黑夜之中。此人身背长刀，黑布蒙面，一副典型的忍者打扮，隔着那么远都已经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凛冽气息了。我说兄弟，在这种地方埋伏我不合适吧？苏无忌伸手扯了一下泳裤的弹力带，在腰间弹出了啪的清脆声音，说道：你也看到了，我连衣服都没穿，这不公平。然而那忍者一开口，竟是标准的华夏语：喜欢躲在后面算计别人的暗影天王，也会大言不惭地谈论公平吗？岳冰凌听到了这个名号，看了苏无忌一眼，他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慌张和意外，与之恰恰相反，一股安心感反而涌上心头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很多看起来很强势的女人，其实内心之中也是慕强的。由于事关岳童宇，在来东洋的路上，苏无忌已经大概跟岳冰凌聊了聊这27亿美金的始末。虽然当时他说的很简略，可岳格格却感觉到了惊心动魄。苏无忌那种随手之间挥洒风云的感觉，实在是让岳冰凌觉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岳冰凌和苏无忌接触的越深，越是会发现他的身上有着越来越重的神秘面纱，每揭开一层都是一次大惊喜。苏无忌盯着这忍者：你不是来自于领风组，也不是来自甲斐碎风流，你是雷蒙情报局派来的人。那忍者不置可否地说道：暗影天王，我想问问，雷蒙情报局的27亿美金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归还？苏无忌挑了挑眉毛：雷蒙情报局每年财源滚滚，我想你们应该不会为了这点小钱
跟我这种小人物彻底撕破脸的吧？这还是小钱。那忍者实在是被苏无忌的无耻给气到了，他冷笑道：你已经把我们的脸踩在地上了，还谈什么撕破脸？我什么时候踩你们了？苏无忌耸了耸肩，满脸无辜地说道：经过我与博洋的一战过后，雷蒙情报局在黑暗世界的声望攀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，接下来1年的营收必定破纪录。我给你们做了一个天大的广告，这是花27亿美金能买来的吗？这忍者忽然觉得苏无忌说的似乎很有道理。明明27亿美金是一笔超级庞大的巨款，可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居然让人觉得很便宜，这笔交易似乎很划算。这特么的是一张什么嘴啊？旁边的月格格轻轻抿了抿嘴，脸上的线条又柔和了一些。他忍不住地想着，在这个青年的身边真的很有意思。和他相比，调查局的那些男同事真是无趣透顶，尤其是宋鹤鸣。自己以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呀？苏无忌说道。所以你回去吧，告诉雷蒙局长，你们帮着杜卡罗跟我作对，我不仅没有报复回去，反而以德报怨，大大的帮了你们一把，我真的是个大好人。这忍者又沉默了，他仔细地盘算了一下其中的逻辑关系，冷笑道：暗影天王，你的脑子太好用了，我差点被你说服了，真是好险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，呵呵一笑，反正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们的忙我已经帮了，钱是不可能退的，想白嫖我门都没有。岳冰凌又有点忍俊不禁。我们不是想白嫖你，主要是这确实太贵了，如果打个折的话。这忍者说完，意识到自己又落进了苏无忌的语言陷阱里，忍不住的给了自己一巴掌，随后恶狠狠的道：暗影天王，不还钱，你就别想活着离开东阳。苏无忌忽然觉得这忍者傻乎乎的，他呵呵一笑：我就不还你来杀我啊！这忍者一跺脚：你真无耻！苏无忌对他竖了个中指，随后中指朝着自己的方向勾了勾，喊道：你别磨叽，说杀就杀啊，快点过来啊！这忍者被接二连三的玩弄，藏在阴影里的眼神恨不得把苏无忌给生撕了。他的手掌已经握在了刀柄上，可终究没有拔刀，也没有往前迈步。忍了忍，这忍者说道：暗影天王，我不是来和你打架的，事实上你能战胜博洋，我就不可能是你的对手。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：那你来到这儿说了这么一堆废话是要干什么？仅仅是为了偷窥我胖妞儿？岳冰凌的眸光微凝，忍不住地说道：乱讲，谁要被你泡了？反驳归反驳，但这陈述句的语气似乎并不反感。要是其他男人敢对岳格格这么讲话，怕是下一秒就被手枪顶住脑袋了。我代表星辰歌者大人来把他的意思传递给暗影天王。这忍者说道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星辰歌者是什么玩意儿？名字起得这么大，要是镇不住这名字，可是要遭到反噬的啊！暗影天王的嘴巴真是脆过毒的。这忍者强行忍着心中的不爽。歌者大人说了，如果天王大人愿意归还27亿美金中的20亿，我们就愿意和你握手言和，否则的话，雷蒙情报局将会和游侠神殿硬碰硬，而天王大人的东洋之行也将变得无比凶险。这7亿情报局说不要就不要了。苏无忌仍旧拉着岳冰凌，微微笑道：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接下来到底有多凶险？这忍者打了个响指，低声说道：现身给暗影天王大人看看，
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从草坪四周嗖嗖嗖的出现了8道身影。这些人身材高大，全部都是忍者打扮，黑布蒙面，只在眼睛位置留下细细的一道缝。岳冰凌双手攥拳，俏脸布上了一层寒霜，已经准备动手了。只是他这身衣服着实不适合打架。苏无忌嘲讽的一笑，一群西方人装什么东洋忍者啊？你真以为这些乌合之众能对付得了我？那为首的忍者说道，那国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只是我们冰山一角的力量而已。用你们华夏语来说，连9牛1毛都算不上，暗影天王。如果你不答应歌者大人的提议，那么你未来的每一天都将处于这种无穷无尽的骚扰之中。苏无忌摇头笑了笑，你们也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威胁我了，是不是？随后他也打了个响指，小保镖别光顾着看戏了，出来吧，只要把这些人全部拿下，我就给你们分5000万美金。唰，一道魅影无声无息地出现，似乎一阵黑色的夜风吹过，那8个情报局的武者瞬间就被打飞了一半。剩下的4个人立刻拔出背后的长刀进行反击，可是这道魅影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眨眼之间便从草坪另外一端袭杀而来，一个简单照面就命中了他们的要害，根本防不住。这还不到10秒钟呢，情报局这边只剩最开始的那名忍者了。这家伙知道情况不妙，猛然转身正准备撤走，可是他的面前忽然出现了穿着泳装的一男一女。苏无忌搂着岳冰凌，以近乎瞬移的速度挡在了这个忍者的面前。既然来了，我也没打算放你们走。苏无忌的左手搂着玲玲的腰，右手抬起来，重重地拍在了面前这名忍者的胸口。砰！剧烈的气爆声响起，这忍者倒飞出去，在空中留下了一大片碎布片。此人身上的衣服已经被苏无忌一掌全部震碎了。这一掌，伤衣不伤人。苏无忌明显就是故意的。他早就看出来，这个忍者是个西方人冒充的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绝对不是个男人。哪有男人吵架没吵过别人会气得跺脚的？果然，所有衣服被震碎之后，夜空之中出现了一个皮肤白皙的人影。看那身体曲线，明显就是个女的，头发还偏金黄色。摔落在地之后，她发出了一声尖叫，这声音和之前伪装出来的男生截然不同。这女人的速度倒也不慢，落地之后一个翻身迅速腾起，双手捂着后面，快步跑向了远方。苏无忌高声喊道：“喂，屁股还挺白的。”声音传到了100米开外，那女人踉跄了2步，差点栽倒在地。岳冰凌看了看依然搂住自己的苏无忌，问道：“追不追？”苏无忌笑道：“你穿的这么少，去追一个什么都没穿的，这画面可太美了。”岳冰凌没吭声，但也没把苏无忌放在自己纤腰上的手拿开。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苏无忌是故意把这个女人放跑的，但饶是以岳处长身经百战的经验，也没看出来苏无忌想干什么。而这时候，一道倩影也从草坪边缘走出来了，她也是全副武装，周身全部被忍者的紧身黑衣所包裹。她的个头虽然不高，但身材却相当劲爆，似乎集东洋女性的身材优点于一身，正是中崎奈美。我帮你把他们全部打倒在地，你答应的5000万美金，别忘了给。中崎奈美说道。一个为了组织苦苦筹钱的超级高手，
在听到5000万美金之后，不可能不心动。苏无忌指了指说道：我说的是全部留下才能付你钱，可你却放跑了一个。你？钟崎奈美也是一跺脚，非常恼火地说道：你跟我玩文字游戏，这不是你主动放跑的吗？以他这熊大无脑的状态，真能被苏无忌给玩死。苏无忌哈哈一笑：这样吧，我也不赖你的账，你打趴下了8个人，一个人100万美金，给你800万，怎么样？一个人100万，800万，可以的。这一下，钟崎奈美忽然觉得划算至极。她完全忘记了，刚刚明明可以到手5000万的。岳冰凌在一旁听着，都有点同情这个东洋上人了。明明可以坐镇一方，成为威震东洋武者界的超级大佬，可这身材火辣的上人却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当保镖，还要被苏无忌这般溜着玩。其实以他们的渣渣实力，打垮一个人给你1万美金都多了。苏无忌说道：这800万算是我和你们平等合作的诚意。好，钟崎奈美说道：你的诚意很足。他又定睛看了看穿着白色比基尼的岳冰凌，你的女朋友也很漂亮。他有点不理解，这女忍者是怎么把刚刚那2句话连到一起去的。苏无忌的手还放在岳冰凌的腰上。什么女朋友？这是我上司。钟崎奈美的所有表情都被黑色面巾掩盖，她说道：我知道的，和上司一起玩更刺激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苏无忌说道：等等，把地上这8个废物带走。钟崎奈美头也不回：我的工作内容不包括这个。我会让雷蒙情报局来赎回他们，1人100万美金，和你对半分。苏无忌说道。钟崎奈美的脚步停了下来，她真是被吃得死死的了。岳冰凌摇了摇头，他真的觉得这个东洋上人早晚要恨死苏无忌。苏无忌看着那包裹在黑衣中的玲珑娇影，微微一笑，接着说道：这笔钱可以打到你的私人账户里，不让贾鹤流的其他人知道。然而钟崎奈美的回答却让苏无忌觉得自己矮了一截。我自己不需要钱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重振贾鹤流。钟崎奈美说道。行吧，高风亮节，佩服佩服。苏无忌说着，一边搂着岳冰凌朝房间走去，一边往钟崎奈美的心上扎了一刀。记得多叫几个帮手来打扫战场，就没见过这么苦哈哈的上人。钟崎奈美却并不觉得扎心，她的攥了攥拳头，眼神里居然充满了坚定。为了贾鹤流，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苏无忌搂着岳冰凌走到了房间门口，后者才终于说道：你的手能拿开了吗？这一路上，他的所有心思都在感受着苏无忌掌心的热量，以至于耳根都明显热起来了。苏无忌干笑了2声：都忘了拿下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哈哈。你那是忘了吗？明明是手感太好，不舍得拿。苏无忌摸了摸自己的泳裤，又看了看穿着泳装的岳冰凌。没带房卡还得爬墙进去。岳冰凌便扭头走向院子，准备翻过去。苏无忌走在他的后面，忽然发现自己刚刚评价那个雷蒙情报局假忍者的那句话，也非常适用于岳格格。我抱你进去吧。苏无忌不由分说的直接从后面抱住了岳冰凌的纤腰，一个跨步一跃而起。这一次不是公主抱，岳冰凌瞬间浑身僵硬，两人一前一后紧紧相贴，直接落入了温泉池中。可是这一次
岳冰凌明显没有再继续泡澡的意思了。他都没等自己站稳，便立刻挣脱苏无忌的手臂，快步走向了池边。我先回去休息了。这一副样子，看起来实在是像受了惊一般。苏无忌看了看他的背影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。也难为你了，哥们，憋了太多年了，稍微给点刺激就不行了。岳冰凌一身是水地回到了卧室，把门重重关上，背靠着门板，不停地深呼吸着。在那双颊之上，已然有着浅粉色的桃花缓缓盛开。那名被打爆了衣服的冒牌女忍者，此刻已经回到了隔壁酒店的一幢别墅里。她的速度倒也是相当快，一道白光在夜色之下一闪而过，摄像头怕是都没拍清楚，气死了。这女人光着身子在榻榻米上不停地跺着脚。她看起来似乎也就是20多岁，眼睛是深邃的祖母绿色，就像是热带雨林的最深处。浓密的黑色睫毛如同扇子般扑闪，让这双眼睛多了几分韵味，嘴唇饱满而性感。再过2年，等她彻底成熟，怕是光靠美色就能大杀四方。据说雷蒙情报局的那位创始局长就有一双深绿色的眼睛。哇哦，尤利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。不是气势汹汹的去见暗影天王了吗？怎么，你的衣服呢？这声音的主人坐在沙发上，居然是月影神殿的金奥利。这个名叫尤利亚的姑娘气哼哼地走到沙发旁，一屁股坐下来，震得全身曲线都晃了晃，随后说道：出师不利，被暗影天王算计得死死的，我根本没想到他居然还能带着一个上忍当保镖。金奥利凑过来盯着他的胸口道：哎呦，这里都被打得红肿了，这暗影天王也不知道对你怜香惜玉一点，毕竟你可是……他应该也是打完了我一掌之后才发现我是个女人的，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尤利亚抓过抱枕抱在胸前，遮住了少女独有的嫣红与骄傲。紧接着他又伸手揉了揉胸口，的确是有点疼。要我说，你就好好在国外读大学，非要来东亚趟这一趟浑水，这不是想不开吗？金奥利说道：我和暗影天王的第一次见面都吃了大亏，更别提你这不谙世事的小丫头了。尤利亚说道：我们俩在同一个小学长大，我怎么就成你口中的小丫头了？对了，你到底在暗影的手底下吃了什么亏？金奥利摇了摇头，双颊明显有些发热。严格说来，我倒也不算吃亏，他没占到便宜，我还挺舒服。尤利亚，什么呀？前后矛盾，说的我都没听懂。这时候，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尤利亚的。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是谁。尤利亚咬牙切齿地说道：肯定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好哥哥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眼睛里的厌恶非常清晰。果然，接通之后，一道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：亲爱的尤利亚，我的好妹妹，听说你已经到了东洋，来帮歌者要回27亿。尤利亚咬牙回道：考克斯，你不用假惺惺的来关心我，我要做什么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电话那边笑道：尤利亚，就凭你的脑子，能要回来那笔钱，影子能把你玩死，想凭借着此事来继承雷蒙情报局，你做梦呢！真不知道歌者这么帮你是图什么，他也不怕自己的名声被你彻底败坏了。尤利亚冷声说道：考克斯，如果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嘲讽我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结束通话了。考克斯呵呵笑道：我也到了东洋，我会从影子的手里拿回这27亿美金，
然后升任雷蒙情报局的副局长。父亲那边的继承权，你最好连想都别想，不然当心性命不保。挂了电话之后，尤利娅气得疯狂捶抱枕。经过我和影子的接触，他是绝对不可能还1分钱的。这件事情你必须迂回，如果硬碰硬，无论是你还是考克斯，一定会吃亏的。金奥利从旁说道。你们兄妹俩和他不是一个层级的对手。尤利娅看着金奥利，眼睛里透着期待之意。那你呢？你和他是一个层级的对手吗？金奥利正想说什么，手机忽然间响起来。他看了看来电，是个华夏号码，于是立刻正色起来，按下了接听键。紧接着里面便传出来了苏无忌的声音。金奥利，你应该知道我住在哪里，10分钟内你和你哥到我房间来，如果超时，合作彻底取消。他的语气里透出了一股平时几乎从不会展现出来的强势。说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奥利，影子为什么突然要见你？尤利娅有点不太理解，而且还是这么着急。金奥利的瞳孔之中有着明显的警惕之意，说道：可能是试探，但更可能是有突发状况，临时需要我出手帮忙。尤利娅问道：你会被他识破身份吗？识破了也没关系。金奥利摇了摇头，表情很是有些凝重。说实话，我看不懂影子在东阳的布局，不知道他真正要的是什么。他此刻的这种凝重，之前在皇后酒吧里那跳脱的演技几乎是截然相反。可他让你哥哥和你一起去。尤利娅有些着急地说道：怎么办？需要找个人冒充你那个不存在的哥哥吗？在此之前，金奥利曾经告诉苏无忌，说他的哥哥金思贤是月影神殿的亚洲区负责人。金奥利站起身来，开始脱掉身上的睡衣。影子只留给我10分钟的思考时间，只能随便编一个理由给他了。尤利娅摊了摊手，表情很是无奈。千万不要被他发现真相，不然无论你后续怎么解释，可能都赢不回影子的信任了。我从来也没指望能赢得他的信任。金奥利的表情很认真。一直以来影子的行事风格，看起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好像是在乱打。可当他的最终目的暴露出来之后，才会让人感觉到恍然。我希望自己能早点看透，就像今天晚上突然出现的那个上人一样。尤利娅哭丧着脸，我这脑子是不是没办法继承情报局了？不管你能不能继承，你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肯定继承不了。金奥利也没解释这句话，当着尤利娅的面换上了一身黑色作战服，把手枪和匕首插在腰间。他带好通讯器，说道：全体待命，听我指挥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尤利娅起身抱了他一下，说道：不愧是星辰歌者最得意的学生，你一定要顺利，咱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了。金奥利定睛看了看光着身子的尤利娅，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和歌者没关系，之所以帮你，是因为我们俩从小就是好朋友。出了房间门，金奥利便是一路狂奔，5分钟后就出现在了苏无忌的别墅外面。他快步围着房子绕了一圈，随后选择从院墙外一跃而入，脚步稳稳落地，连半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客厅里，苏无忌就坐在沙发上，隔着一扇玻璃门，把金奥利的所有动作尽收眼底。他和岳冰凌已经换好了装备，提前等在那里了。岳冰凌头发还是湿的，显然刚刚冲完了澡，就被苏无忌拉了出来。天王大人，有何吩咐？
金奥利敲了敲客厅门，走了进来。你的月影神殿现在能调集来多少人？苏无忌看了看孤身前来的金奥利，却根本没开口询问对方的哥哥人在哪里。我这次带了45个人来东阳。金奥利说道。对了，我的哥哥。你来了就行，他来不来都没关系。苏无忌说道。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哥哥都没关系。金奥利的眼底再度闪过了警惕之意。天王大人，我现在……苏无忌站起来。带上你的人跟我出发。金奥利问道。咱们去哪儿？苏无忌的声音之中听不出任何的情绪。去打领风组的老窝。啊！金奥利的脚步明显迟疑了一下。怎么不敢去？苏无忌呵呵一笑。还是怕我把你们月影神殿当炮灰？金奥利立刻说道。我是担心45个人不够用。领风组现在俨然已是东洋第一大黑帮，号称可以干预首相选举，能量极大。虽然在华夏栽了个大跟头，但这并不影响这个黑帮在东洋国内的超然地位。由于这领风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，使得大部分人都遗忘了曾经东洋国内的山本组是多么的辉煌。金奥利这45个人都不够给对方塞牙缝的。苏无忌上下打量了一下金奥利。其实有你一个就够了。金奥利立刻挺胸立正。为了表现真正的诚意，我无条件服从天王大人的指挥。岳冰凌有着一肚子问题，但始终没有吭声。他看着这金奥利立正的姿势，总觉得对方有点像是在站军姿。15分钟后，苏无忌开着奔驰大 G， 带着岳冰凌和金奥利朝着隔壁城市驶去。而月影神殿的45个手下则是乘车跟在后方。让岳冰凌很意外的是，苏无忌居然给月影神殿的这些人提供了全套的武器装备。在刚刚那酒店别墅里，竟然有一个隐蔽的地下室，各种型号的枪械应有尽有。这个家伙到底提前准备了多少东西？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岳冰凌他坐在副驾上，手里攥着一把突击步枪。本来他正洗着澡，回想着温泉池中的旖旎呢，结果就突然被苏无忌敲门，催他快一点。所有的遐想都被打破了。不过岳格格倒是十分职业，半分钟完成更衣，直接进入了战斗状态。苏无忌说道。我是刚刚才得到的消息，领风组有一处精锐力量的秘密训练基地，距离这儿只有100公里，咱们现在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。岳冰凌问道。是你老爸的朋友提供的消息吗？苏无忌说道。不是，是叶璎珞。深田家族还是主动找上门来示好了。岳冰凌的眼神威凛。好。在他们对话的时候，金奥利坐在后排，始终不发一言。苏无忌的目光盯着前方的夜色，问道。玲玲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代号叫苍羽的特工？这次他没在玲玲前面加个小字，已经足以表明他的郑重了。苍羽。岳冰凌的神情微微一震，那一贯平静的眼湖中涌出了极为明显的波纹。你有邓叔叔的消息了？显然他知道。苏无忌眯了眯眼睛说道。苍羽救过我哥的命，这2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他，今天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。苍羽真名邓宏宇，以前是和宋鹤鸣同期的老牌特工，曾经担任过首都国安的行动处长，在10年前率队去南韩交流时离奇失踪，杳无音信。这10年来，宋鹤鸣也从未停止过寻找他。当年宋鹤鸣活跃于非洲一线，而苍羽的主要战场
则是在东亚。和老宋在非洲动辄搞上一场局部战争相比，东亚特工阵线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则斗争更隐蔽，也更凶险。岳冰凌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回忆在脑海中翻涌，声音之中已满是平日里少见的波动。在我10岁那年，我爸去邻省出差，把我也带上了，可是却遇见了国际杀手做局。当时我爸的安保牺牲了4个，如果不是邓叔叔独自一人击毙了5个杀手，我和我爸都已经死在那时候了。他很少说这么长一句话。也许岳冰凌之所以形成现在这种不近人情的性格，不仅和部队有关系，更和小时候经历的那场枪战有关。眼睁睁的4名保镖死在自己面前，哪怕是成年人都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，更何况一个只有10岁的女孩。如果邓叔叔不是出了意外，他现在应该……难道你这次突袭领风组秘密基地的决定和他有关系？岳冰凌甚至怀疑苏无忌此次来东洋的真正目的，根本不是给领风组和甲匪碎风流以重创，而是来寻找苍羽。苏无忌说道：据叶璎珞所说，在领风组的这一处基地里发现了疑似苍羽的人，确切地说是被囚禁于此。岳冰凌听了，攥着枪的手指不禁一紧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回邓叔叔。他抿了抿薄唇，眼神之中已经充满凛冽。听到这句不惜一切代价，苏无忌看了一眼岳冰凌，眼神里藏了些许警惕。今天光顾着带着岳格格泡温泉了，差点忘了这姑娘性格里最明显的特质了。只要为了完成任务，就可以不计任何代价，哪怕牺牲自己。上一次在东环山，为了留下东洋的特务头子，岳冰凌主动站出来当人质，甚至直接开车坠崖。这次遇到了解救救命恩人的机会，他绝对可以毫不犹豫地搭上自己的性命。如果提前知道邓红宇和岳冰凌有这个渊源的话，苏无忌绝对不可能把后者一起带来。这时候，金傲丽终于开口了：天王大人，请问具体需要我来做什么？金傲丽让你的人在外围埋伏，只要领风组的人跑出来，你的手下就开始自由围猎。苏无忌看了看后视镜里那张颇为漂亮的脸，淡淡道：至于你跟着我们一起行动。这个3人组里，苏无忌的实力是毫无疑问的最强，岳冰凌的战斗力应该仍旧保持着普通特种兵的水准，可能略弱于江万兴，但绝对不会拖后腿。而根据苏无忌的判断，这个金傲丽的实力应该在凌凌之上。岳冰凌轻咬牙关，望着窗外的夜色，眼神渐渐平静下来。过了1小时，这台大 G 停了下来。100米开外便是一处占地颇广的私人庄园，庄园里全是东洋古典建筑，看起来极为奢华。门口有身穿黑色西装的保镖巡逻，这些保镖的手里并没有枪，反而拎着长刀。金傲丽定睛看了看他们，说道：全是武士。有2个保镖看到这台车始终停在100米开外，于是便走了过来。而这时候，苏无忌的手机铃声忽然键响了。他看了看来电，直接用车内免提接通了，然后点了录音键。于是一道男人的声音在车厢内响起： Hello， 暗影天王，我叫考克斯，是雷蒙情报局的未来局长。苏无忌盯着越走越近的2名黑衣武士，淡淡说道：没听说过。我知道，在这2年来，暗影天王一直在找一个华夏老特工，代号苍羽。考克斯微笑道：
千万不要否认，我雷蒙情报局的调查能力举世无双。这家伙听起来并不是个草包。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，说具体点。我要钱。考克斯说道。暗影天王可以选择不在意这老特工的性命，继续拿着这27亿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相信我，你在黑暗世界里将会彻底名声扫地。苏无忌的声音开始变得凛冽。直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考克斯大笑了2声。影子，这老特工就在我的旁边，你把27亿美金还回来，我就饶了他一条狗命。雷蒙情报局的实力确实不一般。夜莺落到今天才打听到的消息，他们竟然也已经掌握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们知道邓红宇情报的时间应该比深田家族更早一些，只是这张底牌一直放在手里，之前始终没有动用。至于邓红宇为什么10年前失踪在南韩，今天却出现在东洋，这暂时还不清楚原因。看着前方笼罩在黑暗中的庄园，苏无忌眯了眯眼睛。考克斯约的地方我交钱，你放人。如果能用这27亿美金换回邓红宇，苏无忌会觉得无比划算，但他才不会认为事情会这么简单。考克斯大笑道：地方就不用约了，我答应你，你把27亿原封不动地归还到雷蒙情报局的账户里，我就不动这老特工，不然我会先在他的身上扎上27刀。听着这声音，岳冰凌的眼神已然冷冽如冰。你没听懂吗？苏无忌冷冷道：我说的是放人。我从一开始也没说要放人呢，我只是说不杀他。考克斯的笑容里满是嘲讽意味。怎么，暗影天王阁下，我说的还不够浅显明白吗？只是不杀，而不是放人。苏无忌沉声说道。考克斯，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，一旦华夏官方得知此事，雷蒙情报局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？考克斯笑道：暗影天王，别想着拿华夏官方来压我，这事儿其实很简单，你要是敢动用官方的力量，我现在立刻就捅死这个老家伙。岳冰凌面如寒霜，要是在平时，他早就直接接管指挥权了，但这次事情涉及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以平静的心态来面对，所以并未出声发表观点。只是他眼睛里的凛冽杀意，无疑已经说明了所有心情。要怎么样你才能放人？苏无忌说道：在你归还了本属于我们的27亿美金之后，再做3件事，我就能让你见到这位老特工。考克斯笑着说道：第一，向雷蒙情报局再赔偿30亿美金。第二，在黑暗世界论坛上公开发视频来向我们道歉。第三，跪在我面前让我打上10耳光，这事儿就彻底宣告结束了。岳冰凌终于忍不住地出声了：这不可能。苏无忌伸手按在了他的手上。考克斯哈哈一笑说道：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打个折，那30亿美金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，但后面2个条件你必须要做到，否则这老特工不仅不能恢复自由，他的余生每一天都会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。他会活着，但生不如死。停顿了一下，他笑道：当然了，如果刚刚出生的这个女人愿意陪我睡上1个月的话，我可以重新考虑这些条件。岳冰凌面若寒霜。苏无忌轻轻捏了一下他的手，说道：1天之内，我会完成27亿美金的转账。金奥利坐在后排，
看着此景没什么表情。他知道这个考克斯是真真切切地触碰到了暗影天王的逆鳞。看来自己之前说的很对，不管尤利亚能不能成为继承人，这个自大又毫无人性的考克斯绝对不可能掌管雷蒙情报局。现在考克斯主动找上苏无忌，以双方那根本不对等的智力水平，怕是考克斯最后会死得很惨。暗影天王此刻提出来的1天之内转账，无疑是故意留给对方讨价还价的空间。果然，这考克斯听了之后立刻说道：“1天太久了，我现在就要。”苏无忌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资金从国外转进华夏来很容易，但要是从华夏出去就太难了。24个小时，这是我的能力极限，还是动用所有关系的结果了？”考克斯说道：“12小时，我绝对不会多等。每超过10分钟，我就往这老特工的身上扎一刀，千万不要拖太久，不然钱就算打过来了，这老家伙也被我扎成花洒了。”金奥利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。这庄园就在暗影天王的眼前，考克斯居然还给了对方12小时的时间。其实平心而论，考克斯并不愚蠢，今天的表现算得上是很有脑子了，只是他对上的是苏无忌。这时候，那庄园的2名黑衣武士已经走到了车子前了。他们看到始终坐在车里的苏无忌，于是缓缓地拔出了长刀。而金奥利则是在没得到苏无忌授意的情况下，把外套脱了放在后排，直接开门下了车。他在作战服的里面穿着的是一件紧身背心，这衣服的布料特殊，束缚性很好，所以金奥利并没有穿贴身的衣物。此刻下了车，在路灯的光照下，胸口的所有轮廓与细节都一清二楚。他的身材本来就是极好的，而这紧身的背心又把专属于女性的优美曲线勾勒出来，无疑放大了对异性的吸引力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一名武士把长刀举起，抵在了金奥利的脖颈上，但是他的目光却忍不住地向对方的胸前瞟去。金奥利高举双手，声音微颤地说道：“两位大哥，我们走错了路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他的脸上写满了惶恐，一边说着，一边朝着台奔驰的后备箱位置缓缓挪去。而这车子后面就是对面庄园的视觉盲区了。苏无忌此时已经挂断了电话，从后视镜里看着金奥利的动作，手却一直放在岳冰凌的手上，安抚着对方的情绪。岳冰凌看了看苏无忌的手，把自己的另外一只手压了上来，对他点了点头，薄唇轻启：“别担心，相信我。”而那2个领风组的武士明显被金奥利的性感身材吸引了，他们虽然把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，却已经不自觉地跟着这漂亮女人来到了车子后面。“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很害怕。”金奥利仍旧举着双手：“能不能把这把刀拿开呀？”他此时发挥的演技水平甚至不到在皇后酒吧那哭哭啼啼的1/10，可是那2个武士明显已经被他的凶器冲昏了头脑，其中一人的目光甚至从一开始就落在那微微凸起的地方，根本就没有挪开过。举刀的武士笑了笑：“你先把裤子脱了，我就把刀放下来。我们也是很久没见女人了，你应该明白我们要干什么。”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金奥利便猛然一抬手，直接切在了他的脖颈上。这名武士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而在手劈脖颈的时候，
金傲丽的右脚已经同时撩起，自下而上的踢在了另外一名丁凶武士的裤裆上。后者毫无防备，剧痛之下直接摔倒在地。他刚要发出喊声，金傲丽便一脚狠狠踢在了他的头上。此人的脑袋被踢得直接撞在了大忌的后梁上，当场昏厥。随后金傲丽把这2个武士拖到路边草丛里，顺手拧断了他们的脖子，扒了这2人的衣服，带上了车。3分钟后，2名东洋武士下了车，押着金傲丽朝着庄园走去。显然苏无忌和岳冰凌已经换上了武士的衣服了，而金傲丽也穿上了外套，手枪和匕首就藏在腰间。至于他的那45名手下，暂时并没有出现在这庄园门口。天王大人，我们接下来什么计划？金傲丽的嘴唇微动，问道。就像你刚刚一样，伺机行事。苏无忌压着他的胳膊说道。做着不错啊。金傲丽倒是很谦虚。我刚刚也是灵机一动罢了。苏无忌说道。等我们进入了庄园，就让你的手下配合行动，制造混乱，转移注意力。金傲丽得到命令，微微低头，对着别在内领的通讯器低声说道。狙击小组就位，强攻小组就位，火力支援小组就位，全部等我命令。岳冰凌看着金傲丽这下命令的样子，总觉得对方带来的这45人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。这种情景简直像极了岳处长本人带着行动处执行任务的时候。说话间，3人已经抵达了庄园门口。怎么带了个女人回来？呵，一名站岗的武士盯着金傲丽看了看。这女人很漂亮，今天部长在陪重要的客人，咱们正好有时间来潇洒潇洒。苏无忌低着头走到了他的面前，伸出手来拍了拍他的胸口。这个武士只觉得胸腔之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已经爆开，身体控制不住的一震，瞪圆了双眼，嘴角当即溢出了鲜血。苏无忌一记简单的隔山打牛，力量直透胸口，已经拍碎了他的肺脏和心脏。在这武士要仰面跌倒的时候，苏无忌扶住了他，让他靠着墙面，看起来就像是在耷拉着脑袋打盹。既然这里的部长在陪是重要客人，那么地方就很好锁定了。整个庄园里最中央的区域有一幢占地很大的和风建筑。此时一个穿着白色西装打着领结的男人就坐在沙发上，他摇晃着一杯红酒，抿了抿，说道。中村，和雷蒙情报局合作是你们领风组做的最明智的事情。对面坐着一个身穿黑色武士服的中年男人，他微微颔首。如果能把暗影天王杀死在这儿，便无人能阻挡我领风组在东亚的扩张了。随后他们2人大笑起来，目光同时落在了一个被吊在对面的老人身上。这个老人浑身是伤，衣服都已经被鞭子抽得碎成了布条。这时候考克斯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，他看着来电，面色陡然一变，